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挂净化器拍浮生，王楚然的无奈让全民共情。近期，王楚然一组浮生剧组路透意外冲上热搜，引发全网热议。画面中的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酷似耳机的小物件，起初不少网友以为是时尚配饰、便携小风扇，后续才知晓，这是一台便携式二手烟净化器。熟悉王楚然的人都知道，他是典型的过敏体质，呼吸道格外脆弱，实在扛不住浮生片场泛滥的烟味，无奈之下只能自费佩戴净化器，在烟雾弥漫的工作环境里，给自己营造一片干净的呼吸空间。这件看似普通的片场自保小事，早已跳出明星八卦范畴，引爆全网讨论。网友们一边心疼王楚然的身体遭罪，一边代入自身，共情了无数打工人被迫吸二手烟的职场憋屈。这场热搜本质上就是大众对职场、公共场合健康环境问题的一次集体发声。被逼无奈的自保，王楚然为何要随身挂净化器进组？影视剧组本应该是管理规范、整洁有序的室内工作场所，演员拍戏是高强度劳作，本该拥有基础的健康工作环境。可王楚然却被逼到要随身携带净化设备自保，属实让人唏嘘。背后是三重无解的现实困境：第一，先天过敏体质，对烟味完全零耐受。王楚然的呼吸道敏感度远高于普通人，属于极易过敏的体质。二手烟对他来说不只是难闻的味道，更是直接的过敏源。只要吸入一点烟味，就会立刻出现剧烈咳嗽、胸闷气短、喉咙发痒等症状。这也是网友常年发现他咽炎反复、频繁咳嗽的核心原因。拍戏靠的就是台词功底和良好的身体状态，长期身处烟雾环境，不仅折磨身体，还会直接影响拍戏进度和状态，对他的职业影响极大。第二，浮生片场吸烟乱象泛滥，密闭空间无处可躲。剧组摄影棚大多是半密闭、全密闭空间，空气流通性极差，不少工作人员习惯性在片场抽烟，烟雾久久散不去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全方位覆盖的二手烟包围圈。不管是拍戏、间隙休息，还是在岗工作，演员根本没有躲避的空间，一整天高强度带组，相当于持续被动吸入有害烟雾，日积月累对身体的伤害可想而知。第三，职场人情世故束缚，进退两难，只能默默隐忍。剧组是极度讲究团队协作的集体环境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如果他当众制止工作人员抽烟，直白吐槽片场烟味重，很容易激化团队矛盾，影响剧组氛围和后续拍摄配合，落得耍大牌、事多的非议。但如果一味硬扛，身体又会持续受损，反复生病。左右为难之下，自费买个便携净化器挂在身上，就成了最体面、最温和、不得罪人的沉默反抗。不争不闹、默默自保的样子，也让无数网友读懂了他的无奈和隐忍。二，热搜全网，二手烟戳中所有人的共同痛点。这条话题能短时间登顶热搜，阅读量破亿，绝非仅仅是粉丝心疼偶像，真正的核心是精准戳中了无数普通人的日常憋屈，把全网打工人的二手烟困境一次性摆到了台面上。多层舆论讨论撕开了二手烟问题的真实乱象。一，全民职场共鸣，每个打工人都被迫吸过二手烟。热搜评论区堪称大型共情现场，无数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同款遭遇。办公室同事总在楼道、茶水间抽烟，烟味顺着通风管道飘满整个工位，躲都躲不开。对接客户、商务谈判时，对方全程抽烟，为了保住工作，拿下合作，只能强忍不是笑脸相迎。日常逛街、坐电梯、去餐厅，
也总能猝不及防撞上随处抽烟的人。绝大多数人的处境和王楚然一模一样，为了维持职场人际关系，避免尴尬冲突，不敢直言制止，只能默默忍受，或是自己买口罩、小型净化器被动防护。明星的片场困境，其实就是千万普通打工人的真实缩影。2. 权威科普实锤：二手烟无安全剂量，伤害不可逆。事件发酵后，央视频及时跟进推送戒烟科普内容，给出了最权威的结论：二手烟不存在任何安全暴露量，只要吸入就会对人体呼吸道、心肺功能造成损伤，其中女性、过敏体质、体弱人群受到的伤害会翻倍。这条科普直接推翻了少吸一点没事的错误认知，也让大家更心疼王楚然长期带病拍戏的处境。不少网友纷纷脑洞大开，调侃应该设计一款专属面罩，让吸烟者自己隔绝烟雾，自给自足，别再让无辜的人被动买单。与此同时，便携二手烟净化器的全网搜索量暴涨，也足以看出大众对呼吸健康的迫切需求。3. 规则落地形同虚设，受害者自费防护本身就是不公。根据国内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，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。影视摄影棚属于标准室内工作场所，剧组有义务管控吸烟行为，划分禁烟区域，劝阻违规吸烟行为。但现实却是，绝大多数剧组只是象征性贴几张禁烟标语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管控措施。最终，饱受二手烟伤害的弱势群体只能自掏腰包花钱自保，自己承担健康防护成本。规则摆在眼前却难以落地，监管缺位，执行松散，才是这场舆论争议的根本矛盾。大家讨论的早已不是王楚然是否矫情，而是普通人的健康权益到底该如何被保障。3. 众星直面二手烟，有人隐忍退让，有人勇敢维权。其实娱乐圈里，几乎所有艺人都常年待在片场、综艺录制现场、化妆间这类密闭工作环境，二手烟困扰是常态。面对同样的职场困境，不同明星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，有人默默隐忍、妥协退让，也有人果断站出来公开维权，态度和选择天差地别，也让大众看清了二手烟乱象的普遍性。孙怡、张越的经历完美复刻了多数打工人的忍让姿态。2026年5月10日，孙怡在录制《乘风2026》3公结束下班后，途经工作通道时，撞见大批工作人员扎堆抽烟，现场烟雾缭绕，形成密集烟雾阵。本身对烟味敏感的他，当场出现生理性不适，只能下意识皱眉、捂鼻，快步小跑穿过烟雾区。这本是普通人遇到刺鼻烟雾最正常的自我保护反应，结果画面流出后，孙怡反而被部分网友恶意指责矫情不尊重工作人员，让人倍感无奈。说白了，他只是身体扛不住烟味做出的本能反应，却还要承受舆论非议，妥妥的受害者受委屈还要被指责。而同在《乘风2026》节目组的张越，选择了更克制、更隐忍的处理方式。2026年6月13日，他在贴有明确禁烟标志的密闭化妆间内吃饭，黄灿灿工作室的一名男性员工直接在他身后近距离抽烟，完全无视禁烟规则和他人感受。全程张越安安静静吃饭，没有当场制止，没有公开争执，半点没有激化矛盾。他之所以选择沉默，核心就是典型的职场处事逻辑，不想当众撕破脸，不想跨团队制造矛盾，倾向于私下温和沟通解决，避免小事闹大。好在对方工作室后续主动发现问题，发布致歉声明，也算给了这件事一个交代，也印证了很多打工人的心态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
能忍则忍，低调化解。和孙怡、张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勇敢硬刚、坚决维权的徐娇、沈月。两人始终坚定抵制公共场合吸烟乱象，态度坦荡又圈粉。大家熟知的徐娇，一直是娱乐圈反二手烟的坚定践行者，从来不会默默妥协。早在2025年12月，他在长沙一家餐厅用餐时，遭遇邻桌男子室内违规吸烟。他全程有理有据，冷静处理，先是委托服务员上前劝阻，无效后才亲自出面沟通。没想到对方蛮横无理，以没有禁烟标志为借口拒不配合，甚至在徐娇拍照取证时，抢走她的手机，把烟头直接丢进她的饭碗，行为极其恶劣。面对恶意挑衅，徐娇没有退让，直接选择报警维权，坚决捍卫自己的健康权益。不止于此，他还曾在自己的原创服装品牌上设计可拆卸禁烟图案，身体力行宣传禁烟理念，三观超正。除此之外，沈月也曾公开发声，明确呼吁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实行全域禁烟，直白点出二手烟对非吸烟者的巨大伤害，主动为普通人的健康权益发声。说白了，不管是孙怡、张悦的隐忍包容，还是徐娇、沈月的勇敢硬刚，本质都是不想被迫吸纳二手烟。有人顾全大局选择退让，有人坚守底线大胆维权，没有对错之分，却都赤裸裸暴露了公共吸烟乱象的泛滥，也印证了干净的呼吸环境真的是无数职场人的刚需。4. 跳出热搜看王楚然，作品突围，口碑逆袭。抛开这次热搜风波，回望王楚然近2年的演艺之路，能清晰看到他稳扎稳打的成长轨迹。他没有沉迷于流量炒作，而是踏踏实实靠作品扭转大众印象，路人缘稳步回升。也正因口碑回暖，这次事件中，大众更多是以普通打工人的身份共情他，而非带着偏见和明星滤镜评判他。1. 古装剧强势破局，撕掉花瓶刻板标签。经历过往的舆论低谷后，王楚然潜心打磨演技，用一部部作品实现翻盘。2024年的《柳州记》是他口碑逆袭的关键转折点。他饰演的债主柳绵堂，性格飒爽果决，爱恨通透，失忆前后的神态、气场、情绪反差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细腻又有张力。剧集口碑稳定，也让他成功撕掉了只会演美人、毫无演技的花瓶标签，证明了自己的古装塑造力。2026年黑马剧《成何体统》更是让他的演技口碑再上一层楼。他饰演的于婉英是自带现代思维的穿越者，顶着绝美妖妃的外形，却有着涉叙事的幽默通透，喜剧戏份灵动自然，悲情桥段又极具感染力，情绪切换丝滑流畅，层次感十足。该剧站内热度峰值突破9000，还成功海外出圈，让观众彻底认可了他的演技可塑性。2. 现代剧精准发力，角色接地气，拉满路人好感。在深耕古装赛道的同时，他的现代剧表现同样亮眼。都市轻喜剧《爱情有烟火》中，他搭档谭健次演绎沪漂打工人的合租恋爱日常，完美诠释出24岁都市女生的鲜活、真实与坚韧。接地气的社畜人设，也让观众更能共情他片场隐忍自保的职场无奈。原著作者更是因为2位主演的演绎太过贴合，化学反应绝佳，被剧中角色打动，特意提笔为电视剧创作专属番外，足以见得演员塑造有多成功。这部剧零大规模宣发，裸播上线，依旧拿下超高播放市占率，成为暑期档黑马。3. 多部待播剧蓄力，事业持续稳步爬坡。当下正在拍摄的《浮生》是爱奇艺 S+ 级奇幻大剧，改编自热门小说，制作班底雄厚，是他未来的重点攻坚作品。除此之外，
他还有多部优质待播剧蓄势待发，包括古装大剧《明月录》《风影燃梅香》，以及民国题材的《这一秒过火》。一边深耕作品，打磨演技，持续输出优质角色，一边还要忍受片场二手烟的健康困扰，默默扛下职场压力。如今的王楚然正处于事业稳步爬坡的黄金期，而这次全网共情的热搜，也是他路人缘回暖的最好证明。一个小小的二手烟净化器，看着只是王楚然的片场自保操作，却戳穿了娱乐圈片场乱象，也道尽了无数打工人的职场无奈。这场热搜不只是简单的明星八卦，更是一场全民关于呼吸健康的集体发声。这也让大家看清，很多地方的禁烟规定只是形同虚设，无辜的人总要被迫为他人的抽烟陋习买单，甚至要自掏腰包防护。历经口碑起伏的王楚然，一直潜心拍戏，靠作品逆袭，低调又踏实。而这场风波也让所有人明白，清新的空气从来都不是奢侈品，而是每个人该有的基本健康权益。真心希望不管是剧组、写字楼还是公共场合，禁烟规则能真正落地，再也不用靠自带净化器自保，人人都能安心自由呼吸。